这是真实发生在徐州一村民公路上，迎亲宝马车一瞬间打滑，朝着对面开来的电动车撞了过去，直接将人压在了车下开了过去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电动车主人怎么样了？6月当下正值夏收的阶段，所以说有些村民为了方便，直接将一些不方便收割的麦子摊放在马路上，希望开过去的车呢直接碾压过去，这样就能帮助打谷收麦，也叫做马路打谷场。但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卖场，却引发了一场重大的伤亡事故。这个月的2号，在徐州的维宁县就真实的发生了一起可怕的事故。一辆白色宝马轿车在迎亲的路上，本该是喜气洋洋的日子，却在行驶到一处晒着麦草堆时，车辆突然打滑。恰巧这个时候，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子骑着电动车而过，宝马车就这么将女子给撞飞，甚至还碾压了过去。司机这才停下车来查看，却发现女子因为伤势过重，当场死亡。随后民警赶到现场，根据监控发现，这道路上的麦草是附近的村民夏某晒的。民警表示，驾驶员和夏某2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。这样的事故发生的并不少。公路晒粮害人害己。2019年，甘肃陈某在路上晒有小麦，徐某骑摩托车过去，导致打滑摔倒，导致右边屁股骨折。2020年，山东日照，丁某为了保护粮食，拿了石块阻挡在路中央，王某骑电动车避让不及，撞了上去，滑行了6-7米，整个人无法动弹。2022年，山东高清县，王某在马路上晒玉米，孙某开车经过，因为留下的马路比较狭窄，导致了他的车辆右前轮被刮坏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同一个问题？在南方农村这种事儿怎么比北方要少呢？一是南方农村人家晒粮的地方要比北方农村多一个选择，气候原因，南方盖房子的时候大多数盖2-3层，顶楼是有一个坪可以晒粮食的，但北方的农村房子大多数是1层的，虽然院子大，但除了种菜没办法晒粮。2是北方农村道路平，南方农村山地多。3就是北方农村产量比南方多，一户家庭有几亩地，所以说需要晾晒的场地自然也就增加了。可明明在公路晒粮是一种违法行为，为啥还有这么多人这么做呢？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在公路上晒粮的危害。在马路上晒粮食到底危害有多大？首先，铺在马路上的麦草稻谷会大大减少车辆和地面的摩擦力，非常容易导致侧滑。根据相关数据，每年因此发生的事故特别多，特别是电动车、摩托车开在上面打滑，也有车辆轮胎打滑失控造成交通事故的，甚至还有人走在上面也很容易摔倒。其次，有些村民为了保护他们晾晒的粮食，还会在大马路上用一些大石块或者木桩等物品来围住粮食，导致车子出行的时候十分的不方便。有些司机没注意，为了紧急躲避，会急刹车或者打方向盘，都可能造成交通事故。再是麦草稻谷的秸秆也很长，车子在压过去以后，很容易将秸秆吸附上来，这些秸秆也会缠绕到机动车轴或者是排气管上，那么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或者火灾事故概率都是十分的大呀。最后，因为晒粮食晒在马路上，被无数的车辆碾压过后，吸收了很多的尾气污染物，最终又被端上了餐桌。所以说，为了减少这类的悲剧发生，还是不要将粮食晒在马路上了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